太好了，莲娜要制作桌子了，这样他们再也不用在床上吃饭了。今天是莲娜被无情丈夫赶出家门的第51天，由于这2天是阴雨天气，莲娜也不能去采摘山货卖钱。但莲娜母子3人并没有睡懒觉，而是早早起床开始劳动。母子3人到浴室里洗漱完了之后，就回到旧的房子里生火取暖。莲娜拿出之前买的牛奶面包给2个儿子当早餐，这些牛奶也是莲娜之前卖玉米甘蔗换来的。2个儿子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食物，在细细的品尝。随后莲娜就提着一袋子的粮食准备喂鸭去。天空还在下着小雨，莲娜没有雨伞，只能任凭雨水打在她的身上。莲娜一番投喂之后，就匆忙地赶了回去。只见莲娜拿了一根工具，她这是要安装一些织物台。她在旧房子的角落测量一下之后，就开始挖洞。小黄也很是好奇地在一旁看着。这种阴雨天气，小黄也很是犯困，就连主人在他身后挖洞，他都一动不动。莲娜挖好2个洞之后，就出去找来一些竹子，粗短的2根作为柱子。莲娜将其放进刚才打好的洞，再把长的竹子放上去，然后再用手盖上泥土，并用工具夯实。随后莲娜将长出来的竹子锯断，接着莲娜找来一些旧的竹子，锯到足够的长度，然后再将竹片劈开，直接将竹片摆上去。看到这里总算明白了，原来莲娜要在这里做一个长方形桌子，安装到竹墙里横着的竹片也很是巧妙。随后莲娜用铁丝将几根竹片绑紧扎稳，然后她从门外搬回来一块之前拆下来的床板，直接放上去。为了更加稳固，莲娜还用2根竹片放到2端，用铁丝绑得牢牢的。接着莲娜将所有的锅放上去，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橱柜就做好了。不得不说，莲娜是既有想法又有动手能力。做完之后，莲娜没有休息，而是准备制作一张餐桌，这样他们母子3人就不用在床上吃饭了，2个儿子也能有个好地方写作业。莲娜挖了一个洞，就用4根竹片摆上去，这是要定好桌子的长宽。随后莲娜用柴刀在4个角进来1点的地方划出记号，画好记号之后，莲娜直接拿了一个洛阳铲，对着定点不断的挖掘。莲娜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但她却遭受了人生最大的打击，丈夫的背叛和家庭的破碎，让她失去了所有的依靠。但她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，她选择了勇敢的面对。她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努力，搭建了3所竹房子，虽然简陋，但却充满了温暖。她用坚韧的母爱为孩子们筑起了一个新的家。这时莲娜已将4个洞给挖好了，她拿来之前做房子剩下的竹子，砍掉上面的节之后，就搬回了庇护所。说起庇护所，倒不如我们以后管这个房子叫厨房吧。此时莲娜已再锯起了竹子，这是用来做桌子的4只脚的。锯好之后，莲娜在一段削出了弧形口子，这样就可以方便安装横梁。处理好4根柱子后，莲娜找来2根木头，然后再将木头的树皮去掉。2根木头也是被莲娜削得白白净净的。接着莲娜就将竹子放进刚才的洞里面。一旁的小康和小黄也在好奇莲娜这是在干嘛呢。莲娜跟他们说别着急，很快就可以做好了。
莲娜将4根竹子放好之后，再摆上2根木头作为横梁，这些竹子和横梁的长度是刚刚好，水平垂直度也是做得很到位。随后莲娜就用洛阳铲将4根竹子夯实。小黄非常的粘人，甚至比2个儿子还粘人呢。不过2个儿子我想应该是在新房子里面看书写作业吧。夯实之后，莲娜把手放上去测量一下是否稳固，要是不稳固的话，吃饭的时候就要浪费粮食了。不过从莲娜用力绑铁丝就能看出，4根柱子可是十分的稳固。这些柱子也是打穿了小孔的，所以铁丝穿进去就可以将横梁绑得更紧。这时好奇的小康也过来检查一下，果然妈妈做得很稳固。此时门外还在下着毛毛细雨，不过一直劳动的莲娜也没感觉到冷。这不，莲娜又开始锯竹子了，她要将竹子锯开做成台面。这些粗大的竹子可是非常的厚实，莲娜砍不下去就用木头来辅助。将竹子劈开之后，莲娜就开始把竹片削平整了。莲娜用刀也是非常的精准，从刚开始盖房子到现在，莲娜一直从未被自己的柴刀伤害过，似乎她早已经练就到人刀合一的境地了。这不，一眨眼的功夫，莲娜就处理好了所有竹片，然后她认真地将竹片放上去，每一根都要做到平整且平行。莲娜也是做得不着急，她铺满竹片上去，仔细查看确认平整之后，莲娜才放心地锤上钉子。看到这里，总算明白莲娜刚才为什么要用木头做横梁了，因为木头可以更好地安装钉子。莲娜将竹片的外层铺在上面是非常的光滑，摸起来也不用担心会伤到手。几分钟后，莲娜终于把餐桌给做好了。这个纯天然的餐桌满分100分，你给莲娜打多少分呢？这个单亲妈妈真是太棒了，在野外生存的她居然用竹子做成了个餐桌。有了桌子，自然少不了椅子。只见莲娜从门外拉一些竹子到厨房，她要用这根竹子为孩子和自己打造几张椅子。莲娜二话不说就开始锯起了竹子。莲娜也是够忙活的，这一天天的不是在劳动就是在劳动的路上。她知道只有自己不停的努力，才能给2个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莲娜将4根竹子锯得一样长，这应该是要用来做椅子的4只脚。接着她在竹子顶端开出一个口子，用来安装椅子的横梁。开好口子之后，莲娜找来一些木头，直接用木头连接2根竹子。随后莲娜找出钉子，直接在竹子和木头连接的位置锤入钉子。很快，2只椅子的脚就已经做好了。随后其他2根竹子也是同样和木头连接起来，再锤上钉子固定。这时大儿子小安已经开始要做饭了，只见他拿来一只锅，然后再下米到锅中。小安也是非常的积极，不用妈妈说话都会自己执行起家务。随后小安将米拿到浴室里，认真的清洗淘米。这些用竹子接来的山泉水也是很冰冷，但小安一点都没有畏缩，只想尽快把饭做好。随后小安将锅拿回了厨房，
火堆上的开水已经烧开好几遍了，他将滚烫的水壶拿掉之后，就将米饭放上去烧。3岁的弟弟小康也非常积极地帮哥哥盖上锅盖，两兄弟只有厚点的上衣，没有厚的裤子，也真是太苦了，只能坐在火堆旁边取暖。而另一边的莲娜已经在给椅子安装上方的竹片了，她将处理好的竹片平整地摆上去。用锤子将其弄整齐之后，就开始打上钉子固定了。由于天气冷，日短夜长，天色也是很快就会暗下来，所以莲娜也在抓紧时间制作椅子。此时锅中的饭已经烧开，小安用竹子小心翼翼地将锅放下来，然后再放上水壶去烧。画面一转，可以看到莲娜已经将椅子制作的差不多了，竹子也被她全部处理好，只剩下锤上钉子就行了。虽然莲娜被自己的酒鬼丈夫赶出家门，但她从没有气馁。坚强的莲娜带着2个儿子一起捕鱼、采摘野果，一起盖房子。他们经历了风雨，经历了饥饿和困难，但是他们从未放弃，因为他们相信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有希望。经过半天的努力，莲娜把3张椅子的基本形状做出来了，而接下来要固定好椅子4只脚。只见她用一些竹片将椅子的4只脚连接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更稳固、更安全地坐上去了。小康好奇地在一旁看着，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，莲娜也是耐心地解答，并告诉他关于竹子的种种知识。母子俩一边交流一边制作，时间仿佛都过得很快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莲娜总算把3张椅子给做好了。不得不说，莲娜的动手能力真的是太强了，也不知道她的酒鬼丈夫为什么会把他们赶出家门。随后莲娜将椅子摆放到角落里。由于制作了这么多的桌子和椅子，屋里也是乱糟糟的，所以莲娜也在第一时间打扫卫生。此时已经完全天黑了，莲娜只能开启之前买的太阳能灯泡，可是最近天气都没有太阳，要是明天天气还不好起来的话，莲娜一家3口可要又点蜡烛了。打扫完卫生后，小康也是饿坏了，他守在餐桌上等吃的。莲娜赶紧将椅子放到桌子下，然后再让小康坐到新椅子上。莲娜和小安也是迫不及待地坐到这套新桌子椅子上，他们非常开心地拍起了桌子。或许这就是他们的苦中作乐吧。莲娜看着孩子们这么喜欢她，非常的高兴，可他们似乎忘记了什么。妈呀，居然连饭菜都忘记了。于是莲娜赶紧端来盆子，由于现在实在是又冷又晚，2个儿子也来不及洗澡了，只能简单洗一下脸和脚了。莲娜帮他们脱去外套，尽快地给他们擦拭一下身体。随后小安煮来一锅面，端上新桌子，锅中的饭也早已经熟透了。于是莲娜赶紧给孩子们装饭，2个小家伙也是饿坏了，但懂事的他们都是忍着，并没有吵闹。打完饭后，莲娜也一起坐了下来。他们今天实在是辛苦，可是今晚又是没有肉吃的一餐，母子3人只能用一些面来当菜当肉下饭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艰辛了，但他们却没有半句怨言，反而还吃得津津有味。2个儿子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最后让我们祝福他们母子3人能越来越好。这个单亲妈妈真是太辛苦了，她居然大老远地跑去河边背大石头回家，然后将大石头铺在自己的草房门前。
为的就是下雨天时不用踩到泥泞湿滑的路。今天是莲娜被无情丈夫赶出家门的第53天。由于最近连日下雨，莲娜母子3人住在这个大山里的草房是十分不适。只见他们到浴室里简单洗漱后，就走进厨房里生火取暖。莲娜也是给2个儿子吃点面包牛奶当早餐。门外的鸭子在嘎嘎地叫，似乎在提醒莲娜也要喂他们吃早餐了。莲娜见状，赶紧捧着粮食走到池塘边，这些鸭子也是争先恐后地游过来。随着莲娜撒下粮食，鸭子们顿时大口地吃了起来，每一只鸭子都是十分的活泼，充满着生机。喂完鸭之后，莲娜就赶紧跑回屋里，让2个儿子背上书包准备去上学了。可他们上学的路非常的不好走，因为下雨河水严重上涨，就连他们之前搭建的竹桥都快要被淹没。但尽管上学的路极其难走，他们依然要坚强地走过去。他们爬山涉水，翻山越岭，总算来到离学校不远的路。莲娜也是放心地让2兄弟自己去上学。回到家后，莲娜穿上水鞋，就走到菜园里开始忙活了。只见莲娜在篱笆旁插上树枝，原来莲娜之前播的种子已经长出了苗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些菜苗就可以长得爬上这些树枝了。而莲娜还在给其他菜除草松土，希望下雨天这些菜能尽情地吸收雨水带来的营养，如此也能尽快地茁壮成长。忙完家里的活之后，莲娜就背上箩筐出门了。只见她走到河边，她不顾河水的冰冷，直接从水里搬出来一些石头，然后将其扔在一边。扔了许多石头之后，莲娜二话不说，直接将石头装进了箩筐。妈耶，石头这么重，莲娜能背得起来吗？可莲娜是谁？她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。只见她蹲下身体，使出浑身力气，将一箩筐的石头背了起来。沉重的箩筐加上湿滑的泥泞路，这让莲娜走起来每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。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莲娜居然弯下身体，直接将石头从自己的头旁边倒下来，这真令人担心石头会砸到莲娜。不得不说，莲娜真是太拼了。但莲娜为了让孩子能够安全上学，她毅然决然用自己的力量为泥泞的山路铺出一条坚实的路。她精心挑选好一块块合适的石头，这些石头沉重无比，但她的决心更为坚定。她背着沉甸甸的箩筐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吃力，汗水浸湿了她的衣服，但她从未停下。背了许多趟之后，门前已经堆成了一小座石头山。莲娜没有选择休息，她在门前摆上2根竹子，然后在竹子中间挖掉一些泥土，莲娜就开始把石头铺上来。这是一种极其艰难的苦力活，但莲娜并没有半点松懈。她坚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莲娜想铺好这条长长的石头路，她的决定甚至比石头还僵硬。莲娜是个坚强的农村妇女，自从被酒鬼丈夫赶出家门后，她仿佛一夜之间就到了人生的低谷。但她面对艰难的环境，她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决心。看她如此的坚强且努力，真的令人心生敬佩。此时莲娜铺够一定长度之后，她把竹子给搬开，然后在自己的卧室门前也摆上了竹子。
原来莲娜是要把石头路铺到自己的房间门前，这样两个儿子起床了就再也不用走稀烂的泥巴路了。虽然这样铺路的进度有些缓慢，但莲娜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，为了孩子她什么都愿意做，或许这就是母爱的力量吧。铺满房间前后，莲娜就继续铺到浴室那边，因为两个儿子洗完澡走出来，这里也是很重要的必经之路。铺好之后，莲娜还不忘用双脚踩上去，这样就可以让石头更加的稳固粘合在泥土上。踩完之后，莲娜继续背上箩筐，只见她走到河边，她徒手将一些碎泥沙挖起来，并装进箩筐里。莲娜要将这些碎泥沙倒在石头路的缝隙中，这个过程莲娜也是没有带上任何工具。难道莲娜的手是铁做的吗？真让人担心一些小石头会伤到她的手。很快莲娜就装好了一箩筐，于是她马不停蹄地赶了回去，直接将碎泥沙倒了下去。接着莲娜再次徒手将碎泥沙拨进石头缝里，可是这一点的碎石头也不够用，于是莲娜继续去河边挖，继续搬回来，再将碎泥沙放进石头缝里。莲娜也是搬了好多趟，才能填满所有路的石头缝。转眼间已经到了两个儿子放学的时候了，好在经过一天的退潮之后，湿透的竹桥已经凉干了，两兄弟也是小心翼翼地在桥上走着。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，飞快地往妈妈跑去，这下他们终于有个方便的路走了。两兄弟也是非常高兴地在石头路上玩耍。莲娜看着孩子这么开心，她心里满是欣慰。随后母子三人到屋里生火取暖，莲娜烤了一些红薯给他们吃。莲娜也终于忙完了辛苦的一天。从未见过这么可怜的女人，她的丈夫为了娶个小老婆，居然将妻子和孩子赶出家门。他将妻儿和衣服直接丢到门外，紧接着拿出棍棒恐吓驱赶他们离开。为了活下去，莲娜只能带着2个年幼的儿子到大山里生活。转眼间已经来到莲娜被丈夫赶出家门的第54天。一大早，莲娜就煮好了2碗面给2个儿子吃，这些面是莲娜卖甘蔗换来的。2个儿子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食物，在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随后莲娜让2个儿子背上书包，就匆忙地赶去上学。接着莲娜拿出柴刀准备今天新的劳动，因为2个儿子放学回来没有个好环境，所以莲娜今天要给2个儿子制作一张书桌，给孩子们读书写作业用。看到最后才知道莲娜做的书桌是多么的漂亮。莲娜砍来2根竹子和1根木头，就开始锯了起来。今天的天气刚好没有下雨，但也是非常的冷。莲娜也是戴着帽子在干活，将木头锯出来之后，莲娜就将其去皮。接着莲娜再从中间劈开，然后再将木头削平整。莲娜的柴刀也是非常的锋利，不一会的功夫就把木头削成了方形。随后莲娜将3根木头连接在一起，用钉子将其钉成个门字形。
接着莲娜再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出第二个框架，看来这应该是书桌的4只脚。为了让脚更稳固，莲娜还在2/3的位置钉上木头。做好桌脚的框架后，莲娜搬来之前拆床剩出来的床板，她用竹片测量一下之后，就将其给锯断。莲娜用锯子的手法十分熟练，锯的也很是平整。由于这块床板实在是太陈旧了，莲娜只好用柴刀将其刮干净。随后莲娜直接将木板和刚才的框架连接在一起，并锤上了钉子。自从莲娜被无情丈夫赶出家门后，风餐露宿成了母子3人的家常便饭。好在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付出，他们的生活才慢慢的步入正轨。最重要的是，莲娜还通过自己的努力供起了2个儿子去上学念书。相信这张书桌一定能给2个儿子带来不一样的意义，因为莲娜也知道，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，书桌真的是孩子学习旅程中的得力助手。随着莲娜把2块木板安装上去后，莲娜还在桌脚下方连接上2根木头，这样就可以让书桌更加的稳固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，这张书桌总算做好了。当然，有了桌子自然也少不了椅子。这时莲娜用2根木头直接钉出一个7字形，然后放到书桌下方，再用钉子固定。两边都是同样的操作。钉好这些木架之后，莲娜直接盖上了木板，并用钉子固定。看到这里才明白，原来莲娜制作的是一张桌子椅子一体的书桌。不得不说，莲娜真是太能干了。完事后莲娜坐上去试一下，果然非常的牢固，相信2个儿子坐上去读书写作业也是宽阔够用。接着莲娜搬来几块竹子，她要用竹子制作出一些给儿子放书放书包的置物架。只见莲娜将竹子锯好之后，就将竹子给劈开，然后她再将竹片削平整。不到半小时的努力，莲娜就处理出来许多的竹片，接着她就开始编织起来。这时小黄也好奇地跑了过来，他也很想看看主人做的到底是什么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时已经到了晚上孩子放学的时候。2兄弟一放学就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，他们也很想回家看看妈妈给自己做的书桌。2兄弟放学也从不会在路上逗留，都是非常乖巧的第一时间回家。回到家后，2兄弟飞快地跑向莲娜，莲娜赶紧放下手中的活，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随后莲娜带着2个儿子进庇护所里看书桌。2兄弟看到妈妈亲手为自己做的新书桌也是非常的开心，2兄弟脸上也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。随后莲娜将刚才编织好的竹子拿进去，直接安装到屋顶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放一些东西上去，家里就不会那么乱了。随后2兄弟帮着妈妈打扫起了卫生。趁着2个儿子在忙，莲娜就走到池塘边，她轻轻地给鸭子们撒下一些粮食。饥肠辘辘的鸭子争先恐后地跑上岸，争抢着这美味的食物。转眼间这些鸭子已经长得很大了，相信不用多久就可以全部出窝，到那时一定可以给莲娜一家换来不少的回报。